大家好，这里是穷奢极欲，一个离不开钱的频道。位于东南亚的新加坡，人均月收入中位数高达5200新币，吸引许多海外人士前往当地工作。不过，国际人资管理公司美世在2023年公布的报告却显示，新加坡是全球生活成本第二高的地区，仅次于香港。本期影片就要来聊聊，想要在新加坡长期生活要花上多少钱。我们本期影片特别采访一位在新加坡工作多年的台湾朋友 A 先生。他在2023年回台以前，曾在新加坡待了7年，在当地美资软体公司工作。第一年的月薪有1万新币，是在台湾的2倍。由于 A 先生花钱模式偏向节省，他估算自己每月在新加坡的基本开销大约要3000新币。而在从新加坡回到台湾以后， A 先生如今在新北买房居住。以 A 先生的案例来说，他刚到新加坡时，公司位于中央商务区。当时为了省钱， A 先生在离公司20分钟车程的乌洛，以每月900新币的价格承租了旧祖屋，并与房东同住。1年后， A 先生搬到离公司较近的体育场地铁站，他租了一间套房，每月的房租为1400新币，只占当时薪资所得的1/4。看到这里，可能有朋友好奇，如果想要在当地买房，是否如传闻中昂贵？这里要从2个角度讲起。对于新加坡公民来说，买房并不难负担，原因就在于该国独有的房产制度。新加坡的住宅按照价格与意义上的不同，可区分成便宜的祖屋与昂贵的私人房产。祖屋可理解成台湾的社会住宅，由政府出资建造，以99年地上权的形式抽签贩售。不过政府对于购买者设下了限制条件，必须是已结婚或年满35岁的单身公民才能参与祖屋抽签。除了政府新建的案子，市面上也有二手转售的祖屋，价格则跟屋龄与地段有关。我们过去曾介绍过，新加坡最抢手的二手祖屋，通常是地段好且屋龄在10年以内的物件。由于设有地上权的年限，因此屋龄在10年或20年以上，价格就会逐渐走低，不像台北市的老房还能卖出天价。过往这套机制让新加坡的房价波动相对稳定，不过近年却发生变化。统计数字显示，从2020年第一季到2023年第二季，新加坡私宅的房价上涨将近30%，公寓物件的中位数飙高到167万新币，这让新加坡成为亚太地区私人住宅房价最高的地方，胜过第2名的香港。同期祖屋的价格也上涨了大约2%，中位数落在55万新币。房价上涨的原因有很多，首先是疫情推升原物料成本，第二是新加坡年轻世代的观念转变。过往他们在购买祖屋之前会先跟家人同住存钱，但近年越来越多人注重个人空间，便提早购买属于自己的房屋。第三是新加坡稳定的经济与政局，吸引其他地区的买家。 A 先生就曾表示，他身边认识不少台港富人，近年都对新加坡的房市很感兴趣。最后一个关键是新加坡正经历代际财富转移，让青壮世代更有买房的本钱。这波房市涨幅是否将导致新加坡买房变难？我们拿当地家庭收入中位数来做对比，发现当前私人住宅的房价所得比大约落在14倍左右，低于台北市的15.6倍。由于祖屋物件又更便宜，房价的所得比只有4.5倍，因此本地人买房相当简单。我们接着来看伙食开销。 A 先生平日中午都吃公司的员工餐，晚上则以外食为主。如果一个人吃省点，一餐新币5到7元也能吃饱。如果是跟朋友聚餐，开销则会拉高到50新币。以 A 先生的社交模式，他1个月的餐费加上其他娱乐与杂支，大约会落在1500新币。最后一项是交通费，这点又可以分成辎车与大众运输。在新加坡，大众运输的费用不高，但自驾成本却非常高昂。在当地开车需要先取得辎车证，而这笔开销几乎等同一般收入家庭1年的所得。时间拉回1990年，新加坡为了解决塞车与污染的问题，立法规定所有想买车的民众必须先取得牌照的配额许可证，一证效期只有10年，期满不注销就得花钱续订。与此同时，新加坡政府只在源头管控发证数量，他们采用了竞标的方式，让辎车证冲出惊人的天价。2023年10月，新加坡排气量1600cc 以下的汽车，一张辎车证的价格在10万4千新币。SUV 与豪华车款更要14万6千新币。换句话说，在新加坡购买一台丰田新车，光是车子落地时的总支出就会来到惊人的25万新币，比在美国拥有同一款车的花销要多出6倍。
这也衍生出一个奇特的现象，新加坡的私人汽车用车率只刚过1成，相比之下，美国却有将近80%的人口拥有自己的汽车，由此可看出这个国家的奇特风气。从以上内容我们可以得知，对于高薪产业的劳工来说，前往新加坡工作能拉高可支配的收入，加快资产累积的速度，这也是为何新加坡始终能吸引大量国际人才。该国370万名总就业人口中，有多达3%是外籍人士。A 先生的案例看完，我们接着要介绍一般海外人士在新加坡长期生活所需要支付的开销，让有意闯荡的朋友当个参考。对外籍人士来说，新加坡私人公寓套房的月租金至少要1300新币起跳，生病了想去公立诊所看病，每次花费最低要59新币。而在大众运输方面，如果每天通勤，每月的地铁与公车票的开销加总落在100新币。如果吃的不特别节省，偶尔从事合理的休闲活动，每个月的娱乐伙食费大约会落在2200到4100新币之间。至于新加坡本地人的部分，当局公布的数据显示，新加坡家庭平均每月的总开销，包括住房、餐饮等所有费用，大约会落在5000新币左右，约为家庭年均收入的4%。虽然数据看起来很正常，但当地却暗藏相当严重的贫富差距。2020年一份资料显示，新加坡财富分配不均的程度高居全亚洲第一，该国前1%的有钱人掌握全国4%的财富，相比之下，台湾的数字是8%，南韩则为4%。为何新加坡的贫富差距这么严重？不少专家认为，这是政府长期发展策略背后的副作用。新加坡南洋理工学者张优元指出，新加坡常年存在唯才适用的制度，鼓励人们靠努力争取财富与成功。然而，国家虽然确保每人都能参与阶级竞争，但始终不可能做到公平，反而放大了先天资本的差异。新加坡的贫富差距也体现在国际劳工的处境之上，在上百万个海外劳工中，有超过一半的劳工正从事家庭帮佣与底层蓝领工作。从新加坡的工作签证分类，也能看出国际劳工的阶级差异。针对海外专业人士发放的签证，每月最低的薪资门槛为5000新币，第一阶的技能工作签证门槛则在3000新币。至于从事建筑、制造、加工与服务业的低层移工，则没有签证的薪资门槛。也因此，其中就有不少人正在低薪与恶劣环境中工作。而过往许多知名案例也广受国际批评，认为新加坡对待移工的方式宛如第三世界国家，让来自周边国家的低层劳力负责所有低贱的工作。总结来说，在新加坡长期生活，本国人民如果抽到祖屋，想买房并不困难。外籍人士如果有良好的工作，也多半能存下不少钱。但如果是最底层的外来移工，他们的生活恐怕就不怎么受到保障，还要面对高昂的开销水准。好了，这集的穷奢就到这里。对这个话题有兴趣的朋友，不妨在下面留言聊聊你们的想法。喜欢我们的话，可以加入频道会员，除了可以使用可爱的穷奢君贴图，还能支持我们维持日更创作。期待你的加入，拜拜。